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史以来最细思极恐的故事，因为我在人类最古老的图书馆里发现了7块泥板，里面写到阿努纳奇的故事，好像都是真的。各位天才，请继续猛砸订阅、点赞、转发按钮，这样就可以加入优秀天才团，一起探索宇宙的秘密。接下来，好听的故事开始了。1845年，伊拉克北部，英国考古学家奥斯汀·莱亚德一铲子下去就挖出一个古城，这就是传说中27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亚述帝国首都王城尼尼微。在圣经中记载，尼尼微城非常大，要3天3夜才能逛完。它的王就是宇宙大帝阿舒巴尼巴，亚述巴尼巴。亚述巴尼巴非常残忍，他带领亚述大军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根据古卷记载，亚述巴尼巴用剥皮、穿刺、挂城楼等非常残忍的手段对待敌人首领，然后把敌人城池中的百姓都赶到幼发拉底沙漠里自生自灭。所以尼尼微又被称为狮子的住处、杀人流血的城，非常邪恶。所以神耶和华就非常生气，告诉希伯来先知纳洪说尼尼微马上就要灭亡了。希伯来先知书纳洪书就写道：刀剑会消灭你的壮师，我要使你们永远不能在地上捕猎，人们也不会再听见你使者的声音。于是亚述王国和尼尼微城就在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忽然一下灰飞烟灭。征服他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拥有星门的古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撒。在尼尼微被灭亡之前，国王亚述巴尼巴还是做了一件造福万代的事情，他建造了一座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图书馆。当时亚述巴尼巴在巅峰的时期，觉得自己就是神学之王，非常不谦虚，于是就把自己的话刻在图书馆的墙壁上，说道：我亚述巴尼巴，伟大的王，非凡的王，宇宙之王，王中之王。忽然受到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必须建一造伟大的图书馆。于是他就派人到世界各地收集关于神的书籍和铭文，全部用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收藏在图书馆里，包括远古神话、神迹、魔法、医术、天文等等，预计有超过10万块泥板。在尼尼微城被攻陷之后，这座图书馆就在战火中被烧得灰飞烟灭。但是图书馆的泥板却完好无损地埋在废墟底下，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泥板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用楔形文字刻下了永远，我给你们的爱写在西元前。在1845年，莱亚德发现尼尼微古城之后，经过6年的挖掘，一共找到了3万块泥板，现在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其中就包括我们上期讲过的蕴藏人类诞生秘密的吉尔加美什史诗。这些泥板是亚述皇家抄写员拿着削尖的芦苇或者木棍在泥板上雕刻的，然后再把泥板放在火中烧，这样的泥板就不会变形，理论上可以永久保存。他们写的楔形文字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楔形文字是在6000年前突然间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在6000年前的某一天，咔的一下两眼放光，突然一摸头，然后下笔如有神，刷刷的整个村都会写楔形文字，就像科幻小说一样。从此苏美尔人给人类世界写下了第一部法典、第一首情歌、第一部要点、第一本史诗。主流考古学家说，这是苏美尔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慢慢孕育了人类文字的胚胎。但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美国天文考古学家就是精通天文和考古的科学家，他们发现楔形文字可能是源于6000年前的一次巨大的天文事件，银河系里的一颗超新星爆发。因为这些天文考古学家发现，最古老出现的楔形文字泥板中，并不是记录什么法典、史诗、战争之类的，他们都同时记录了一件事，那就是帆船座超新星爆发。在1975年11月15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部科学文章，叫做《科学的兴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星爆有关》。这张图就是 NASA 观测的帆船座超新星遗迹已经爆炸之后的样子。这个遗迹离我们地球大约有900光年，据推测是几万年前爆炸的，
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等超新星爆炸的光到达地球的那一刻，大约是在6000年前苏美尔文明诞生的那一刻。经过天文学家模拟推测，这颗超新星在爆炸的时候，天空中爆发出耀眼的亮光，它在地球上闪着光，日日夜夜这么照了几个月。之后，人类就写下了第一个楔形文字，就是一个星星闪耀的符号。第一块泥板就是这个超新星爆发的景象。那问题来了，这个超新星爆发前后，宇宙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人类的智商迅速提高，让人类的文明突然出现？优秀天才谈首席天文考古学家尼克拉斯·杨自学多年楔形文字，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个秘密我只能告诉优秀天才团。亚舒巴尼巴的图书馆遗迹里出土了一套泥板，被称为 Enuma Elish 至高之巅。Enuma Elish 是第一块泥板的开头2个字，这一共有7块泥板，1000多行，讲述了苏美尔先知记录了创世纪的故事，就是神出现、世界诞生、神也打架之类的。但是在 Enuma Elish 的叙事之中，你可以明显的听出，先知虽然是在讲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明显是有另外一层含义，有隐喻的。他讲的其实不是神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宇宙中的远古天文事件。天文考古学家称这种写法叫做苏美尔天文学。就在6000多年前，人类始祖刚获得智慧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行星、恒星、星系，也不知道什么是超新星爆发，他们只会用身边的父母兄弟爱恨情仇来描述宇宙里的现象。所以 Enuma Elish 就可以解答在6000年前帆船超新星爆发的前后，宇宙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Enuma Elish 至高之巅，天地皆不存在。这时候在宇宙中有2个神，一位叫阿普祖填海，一位叫提亚玛咸海。大家记住这2个名字非常重要啊。他俩就刷刷的在宇宙的虚空中飞翔，然后慢慢的这2位神就开始水乳交合，一下子就生出了2个孩子，叫做拉赫姆和拉哈姆。这2个是苏美尔天文学中记载的星座的名字。然后这2个神又生了孙子辈安沙和 Kisha， 意思是天空神和大地神。然后天空神和大地神又生了阿努和艾亚，艾亚又叫做安提，所以他俩合在一起就是传说中的阿努纳奇，阿努纳奇。他们是星座之主，众神之父。大家仔细听啊，这段听懂了，后面的故事你就可以自行脑补。苏美尔先知其实在这里写的不是普通的神的故事，而是宇宙中2个星系碰撞的故事。第一个星系叫做阿普祖填海星系，第2个叫做提亚玛咸海星系。这2个星系在最初的宇宙中漂浮，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发生融合，诞生了2个星座拉赫姆和拉哈姆。然后这2个星座又开始融合，就产生了天和地安沙和 Kisha， 意思是就出现了1个或几个星球，有天也有地。这个时候星球上就开始出现生命，叫做安努和安提，神族的一男一女，众神父母。他们是纯粹的那种精神意识的神，还是有机生命啊？不能确定。这个天文现象，美国 NASA 和欧洲航天局都已经确认，我在后面会讲到。接下来阿努和纳奇就生了无数个非常强大的神，他们在宇宙中穿梭，没有任何对手。他们把他们的神族兄弟聚集在一起，在阿普祖和提亚玛星系中就掀起了巨大的喧嚣。Enuma Elish 泥板中的原文中写道，这些神族在宇宙中一个叫 Anduluna 的地方跳舞，于是 Anduluna 就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跳舞这个词在印度教里有特别的含义，在印度教中，湿婆神进入了安塔拉扎的状态，就突然咔就开始跳舞。他跳的这个舞蹈被叫做宇宙之舞，或者叫毁灭之舞。他要用这个舞蹈毁灭一个疲惫的宇宙，这样新的宇宙就可以在涅槃重生。所以阿努纳奇的孩子们在宇宙中跳舞，可能就是发生了星际战争，或者是做实验要消灭恒星，制造超新星爆发之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反正他们是在不停的喧闹，不停的舞蹈。
让始祖阿普祖填海星系很不爽，他就对提亚马星系说：“他们的喧闹让我日夜不眠，我要毁灭他们。”然后始祖提亚马填海星系就非常悲伤，说：“我们怎么能毁灭我们亲手的创造呢？”但是阿普祖就很烦躁不听提亚马的话，就是准备要消灭阿努纳西这些臣族。但是这个消息被走漏的风声被阿努纳西的安基听到了，安基就向阿普祖施展了魔法，让他陷入沉睡，然后安基就在沉睡中咔一下杀了阿普祖，然后带着阿普祖的权柄占领了阿普祖星系，就在阿普祖的中心地带创造了一颗星，叫做马杜克。这个马杜克非常强大，书中写道，他可以看透一切，知晓一切。阿努纳奇时常对着马杜克唱起儿歌：马鲁图，马鲁图，我的儿子太阳神，众神中的太阳神。这个马杜克是在阿普祖星系灭亡之后出生的一个巨大的恒星，然后阿努纳奇给马杜克创造了4面的飓风，这个应该是围绕马杜克旋转的一种宇宙物质，说：“我的孩子，让他们旋转吧。”于是4面飓风就围绕马杜克飞快的旋转。这种情形让提亚马无比惊愕，她一看自己的丈夫宇宙始祖阿普祖被人消灭了，于是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发誓要向阿努纳奇复仇。接下来提亚马就创造了9头蛇、龙、蝎子人、牛人等等11种异形，他们拿着武器准备向阿努纳奇发起复仇的进攻。这一段是阿努纳奇的神族孩子用宇宙武器毁灭之舞灭亡了安都鲁纳，造成了巨大的超新星爆发。然后宇宙始祖阿普祖星系中的联盟军一看阿努纳奇掌握了宇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必须要制止他们，于是就要发动战争灭了阿努纳奇。但是消息走漏了风声，被阿努纳奇族先下手为强，反手毁灭了阿普祖星系联盟军。然后他们在原地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星系，或者一个新的政权，叫做马杜克。阿普祖星系的盟军提亚马星系一看唇亡齿寒，于是就联合了提亚马星系的11个种族，拿起武器准备讨伐阿努纳奇。这是一个宇宙版的《三国演义》阿努纳奇首先打破了宇宙始祖的平衡，三国大战这个是真的，就在《安努马艾历史》这本书里写的。获得这本书的方法我在后面会讲到。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科幻电影，但实际并不是，这可能都是真的。大家晚上抬头仰望天空，就可以看到如梦如幻的银河挂在夜空之中。我要告诉你，你看到的银河其实不是银河系的银河，而是叫 Sagittarius Dwarf Galaxy 人马座矮球状星系。这是 NASA 已经确认存在的，大家可以自己谷歌一下。在80亿年前，Sagittarius 星系和我们的银河系是2个单独分开的星系，各自在宇宙中漂浮。2个星系慢慢开始相交，在相交的那个点就是宇宙的十字路口，它们相互撞击，就形成了整个太阳系。之后，经过80亿年的融合， Sagittarius 星系就和银河系融合成为一体。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就是 Sagittarius 星系的一个星壁。看过我们上一集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在地球上发现的埃及长头法老和印加帝国的长头族的头骨中，他们的 DNA 只有一半是人类，他们都是崇拜太阳神。我们太阳系只有一个太阳，但有件细思极恐的事情就是宇宙中几乎所有的星系都是双星系或者是3星以上的星系，就是每个星系都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太阳，这才是宇宙中的常态。太阳系中只有一个太阳，在宇宙中就属于异类。科学家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恒星在哪，但是根据太阳系很多异常的现象，天文学家推测我们太阳系的远方可能还有一个太阳，2个太阳在相互围绕的旋转。这个证据之一就是太阳系的第8大行星冥王星，它的轨道和地球、火星、金星、土星等等都不一样。其他行星的轨道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圆形，但是冥王星好像是被一种远方的巨大引力吸引了一样，轨道咔一下就被拉长了，变成椭圆形了。而且这个轨道平面也被引力给拉偏了。太阳系的行星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围绕着太阳转，而冥王星的轨道却和它们的平面
有一个15度的夹角。所以呢，太阳系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行星马杜克。埃努马艾利什中记载，恒星马杜克还有一颗行星围着它转，在宇宙的十字路口中间，像牧羊人一样指引众神的方向。这个行星非常神秘，它在最后就会出场。当阿努纳奇一族知道提亚玛要集结11族异形大军讨伐自己的时候，全部大家都慌了，赶紧去找他的爸爸安萨赫问：这个提亚玛大军要来了怎么办呢？提亚玛星系还给了大军首领 Kingu 无上的权力号令可以超越所有的阿努纳奇的权柄。Kingu 还获得了 Anuship 阿努之船，搭载了神奇的武器，可以决定所有神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安萨赫一听狂怒大喊：祸哉祸哉！我的儿，你挑起的战争，你要为你一个人所做的一切负责任。阿努纳奇一听就说：你冷静一下，我有些话想对您说。我觉得我做得对，但是在杀死阿普族之前，谁能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这个安萨尔一听好像说的也对平静了许多，就说：你去找马杜克吧。然后阿努纳奇就把他们的一族人全都聚集在一起，说：我们要让马杜克出征，抵抗提亚玛的大军。埃努马艾利什中还特别记载，在阿努纳奇之中有一群神叫做 Ijiji， 他们就坐在地上闭着嘴沉默不语。在第3片泥板中就讲到 Ijiji 他坐在这儿一听要打仗了就特别害怕蜷缩在一起发出痛苦的声音这样的害怕，特别害怕。Ijiji 是和阿努纳奇一起生活的另外一种高智慧生物，在其他的泥板中记载，Ijiji 具有高度智慧，精通工程，善于修建城市和挖掘水渠和矿产，宇宙中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我这个以后在节目会单独讲。然后马杜克就被阿努纳奇阵营选为王者，马杜克星系联盟军总司令，就相当于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队一样。在上战场之前，诸神就给马杜克祝福说：马杜克，你是诸神中最伟大的，你的命令就是阿努纳奇的命令，你的命令无人悖逆，你是马杜克，我们的复仇者。我们已将超越整个宇宙的王权赐给你，你的命运高于一切众神的命运。We have given you kingship over the sum of the whole universe。在未来呢，我们的某一期节目里会讲到，这句话将是另外一个伟大故事的开始。之后，马杜克就被阿努纳奇一族武装到了牙齿，他带了各种武器。泥板中写道，他的前方可以发出闪电，激光武器。马杜克全身被火蛇缠绕，还有一个袋子可以放出邪恶之风、暴风雨、沙尘暴等等。他站在可以抵御风暴的战车上，头上发出恐怖的光环。在他面前驾驭了4种战马，名叫毁灭者、无情者、践踏者和舰队。在布局好之后，诸神就大叫：去吧，去割断提亚玛的喉咙。于是马杜克他张开嘴唇，牙齿中充满了毒液，训练有素的前进。他要从中间把提亚玛大军截成2段，让他们前后不能相顾。作战的景象，泥板中的描写就好像宇宙飞船在宇宙中追逐一样，他们在他的周围转来转去，众神在他的周围转来转去。马杜克神圣的助手在他身边行进，有条不紊地猛烈攻击提亚玛的大军。提亚玛听到马杜克的呐喊之后，全身颤抖，放声大哭，军队突然就崩溃了。然后马杜克瞄准之后，就在提亚玛张嘴的那一瞬间，咵一下放出了一颗邪恶之风，狂风压着他的肚子，在提亚玛的内脏中爆发。整个宇宙仿佛都可以听到一声低沉的爆炸。他的肚子被射穿，他身边的神圣助手在颤抖和恐惧中撤退了。这邪恶之风就像核弹一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战争的描写就好像科幻电影《独立日》里面一样，这核弹直接打到外星人母舰内部，从内部引爆。泥板中还记载，有神秘的力量在地球上也放了一个邪恶之风，这个有机会在后面给大家讲。
就这样，提亚马就被马杜克从内部打爆了，给打成了碎片。石板中写道，他们把提亚马打碎了，挂在天上，还让提亚马的身体努力匹配阿普祖的形状，这样阿努纳奇就可以住在里面。最后，马杜克要为众神在天上设立一个宇宙信号塔。书中说，他在宇宙的十字路口中设立了一颗星星，叫做尼比鲁。这个尼比鲁被称作马杜克的尼比鲁。在一片编号124131的泥板中写道，尼比鲁位于天堂和大地之间，尼比鲁是马杜克的星星，马杜克让它在天空中闪耀，让它不停息地在大海中穿越，让它成为众神的牧羊人。意思就是尼比鲁这颗星是位于银河系和 Sagittarius 星系中间的一颗星，在星系交合的十字路口之间，一颗可以让众神，也就是星系中的其他生命都可以看到的灯塔，在茫茫星海中为众神指引方向。大家可能会问到，围绕马杜克行星旋转的尼比鲁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为什么邪恶之风会在地球上出现？为什么苏美尔王表上的王可以活几万年？马杜克尼比鲁星会不会和地球相遇？这些答案都在阿术巴尼巴皇家图书馆里，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在地球上做视频不容易啊！这期宇宙考古学信息量比较大，有想研究Anomaly史的天才们，请猛砸订阅跟点赞按钮，加我的 Instagram， 我会把我珍藏的英文版跟华语版分享给大家。然后下个月我可能就要回马杜克星系了，在那里人们称我为 Starlord。